在正式进入本期节目之前，我们先快速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——常州。常州地处中国江苏南部，长江下游，东临无锡，西接镇江，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一员。它既是恐龙之乡，拥有世界级的中华恐龙园，也是历史文化的名城。运河文化与江南文脉在这里交织，这里诞生了近代民族工业的第一条铁路，也是近现代无数实业家与教育家的故乡。今天的常州是智能制造的名城，也是网红级亲民旅游地，有西溪谷、春秋烟城、天目湖等等。当然了，吃也不差。常州大麻糕、小笼包、咸豆浆、银丝面，地道的很，便宜又实在。但你可能没有想到，它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身份——中国最有热度的草根足球段子城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特别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聊聊中国足球最意想不到的一股热潮，不是国家队，不是中超，也不是欧冠，而是一个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这么火的队伍——常州队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恐龙园所在的常州。苏州最红的不是第一名，而是一支常常被调侃却越来越让人上头的金钟壁虎队。他们不是靠夺冠，也不是靠明星，而是靠着段子、自嘲、热血和一场雨，把全网的心都给匀了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，为什么是常州，为什么他们能笑着被黑，哭着被爱。讲段子之前，我们先讲一讲现实。常州队开局到底输得有多惨？苏超前5轮，常州队打了5场比赛。第一场对阵连云港队0-2落败，第二场对阵淮安队0-1告负，第三场对阵南通队0-2再次失利，第四场呢，客战挑战无锡队0-2失利。第5场主战迎战南京队0-4惨败，对13妹毫不留情，锁定王伟。苏超第一顶流球队，0球0分，南哥狂轰乱炸，重拳出击。就在今夜，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5轮焦点对决重磅来袭，常州队主场对阵南京，此役常州队力拼首球，但事与愿违，南哥哥毫不留情。先是在比赛的第13分钟，彭帅头球顶空门得分，南京先下1城。随后南京队继续着血脉压制，下半场开赛后不久，彭帅内切完成梅开2度，南京队2球领先，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3分钟后，南哥再发力，彭帅再入1球，本场帽子戏法帮助球队彻底杀死比赛，而南哥哥还未停止进攻的步伐。比赛的74分钟，又进球，真是对13妹毫不留情。比赛当天呢，还恰逢暴雨，但看台上几乎无一人离场，5战全败，颗粒无收，总失球11个，进球数为0。常州队以垫底的战绩开局，一时间成为全网调侃的焦点。网友们调侃：恐龙灭绝了，壁虎上岗。于是段子开始迅速发酵。前3场连输球后，常州就已经被网友戏称为棍州了。它的进化逻辑就是常州变屌州，屌州变荆州，继而又变棍州。但是段子的进化没有止步。第4场0-2输给无锡之后，网友惊呼：常州已经连棍那一竖都保不住了，被江苏官方戏称为空格州。我的名字是什么州来着？嘿嘿嘿，拜拜了州！我不行了，我已经连棍都没有了。第5场0-5输给南京后，那就只剩下川了。于是从恐龙到壁虎，再到川的新段子上线了。恐龙灭绝，壁虎被踩，笔画被削，长川上线。怎么还不来？应该快到了呀！昨天就接到消息说常州要入川了，这回应该到了呀！来了，川哥！川宝辛苦了，快把伞拿掉，你看那边。谢谢川哥。
来了就不走了啊！常州球迷现在不是保卫主场，是保卫川字最后一笔。段子一路升级，连汉字的结构都不放过，堪称苏超联赛中的网络文字考古课。故事呢，要从苏超开赛的第一轮说起。常州队的外号是常州恐龙，毕竟家门口就是中华恐龙园。结果第一场比赛输得惨烈，网友第一时间反应恐龙灭绝了。第二场继续失利，热心的网友升级命名吊州蜥蜴。再下一场出现了全网高频的词条荆州壁虎，一时间呢，贴吧、虎扑、抖音、微博全都是这个壁虎的表情包、段子、鬼畜视频。有人说苏超不是足球联赛，是段子的发布会。也有人说你可以不知道比分，但不能不知道荆州壁虎今天进化成什么了。而常州队呢，也没有让大家失望，从恐龙灭绝开始，硬是靠着输球和段子打通了全网流量的路径。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尾，而是开始。这就是在互联网时代真正懂段子语言、具备网感的城市集体自嘲。而这股段子力最近又进化出了新的高度。前不久，江苏官方发布了一条视频，调侃常州是空格州，名字都写不完整，意思是你连州都没了。结果呢，全国带州的城市纷纷站出来声援。我已经连棍都没有了。起来，不要放弃。名字里有州的，就是兄弟。比划而已，我们福建多的是，全部借给你。所有州的兄弟们，让我们一起把笔画借给他吧！啊，哥哥们，也收下我们的笔画吧！还有我们的笔画。大家，你们的力量，我全都收到了。贵州、广州、柳州、郑州、惠州全体集合，开玩笑说我们借你几个笔画。有网友发明出一种新的写法，超表龙行达达龙城常州，直接把复杂的汉字全塞进去，让空格州一夜就变成了超级赛亚龙。空格州受进化。超亮龙行达达龙城常州。这个段子啊，从调侃到共鸣，再到全网共创，彻底把荆州壁虎从一个地方的热梗变成了全国网友一起养成的城市 IP。 这波操作不只是接住了段子，更是制造段子的高手级的回旋镖。常州真的做到了，别人怕段子，他靠段子封神。甚至有评论说，这哪里是足球比赛，这是常州人民的线上漫才。而这一波操作不仅让常州成了流量的焦点，更让人开始重新思考段子城市与体育 IP 之间的关系。但如果你以为常州只是一个笑料包，那你就错了。真正让人破防的是2025年6月的那一晚，常州主场对南京的那场比赛。比赛当天，天气预报说有雨，结果大雨如期而至。按常理说，下雨天的比赛肯定有观众退票、走人、打伞躲避，但那天常州奥体中心涌入了36712名观众，创下了苏超开赛以来观众人数的新高。更夸张的是，大雨中现场观众几乎无人离场，看台上红色的、绿色的雨衣一片一片，球迷举着旗帜，挥舞着横幅，有孩子还坐在妈妈的腿上被淋湿，小声地问妈妈：“我们是不是要走了？”妈妈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要陪他们看完。”镜头扫过，看台上没有人焦躁，没有人发火，只有一群人在雨中静静地陪着一支不太会云球的球队。这一幕被直播剪辑上传到抖音、微博、B 站，无数人留言：常州输了比分，但赢了我们的心。这不叫陪球队踢球，
这是陪城市共同生活。除了拼搏和自嘲，常州队还有一样东西打动人心，那就是对球迷的花式宠粉。这不是一句空话，在常州的主场比赛中，观众入场前就能感受到主办方的贴心安排，休息区提前放置雨披，检票通道高效流畅，还免费提供饮用水。大雨天也没有任何混乱和推搡，球迷披着雨披看球，看完就地互动，主场次序拉满。而更炸裂的是，常州还推出了堪称全省最豪横的抽奖活动，每人抽出1111名幸运观众，奖品从电动滑板车、智能平衡车到网红露营装备应有尽有。最大奖项是一辆理想 L6 Pro 新能源汽车，由品牌方设展互动，现场开奖。抽奖全程直播公正，所有环节公开透明，直接把看球变成了过节。不仅如此，常州还整合了城市服务资源，为观赛群众提供免费的公共交通接驳，持票享景区折扣，酒店用餐9折。你别在这秀，你怎么哭着脸？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？我是 Superman， 我是 Superman， 我是 Superman。地铁龙城专列、宠物托管、行李寄存等一系列的便利措施，一句话概括：你只负责到场热血，其余的城市都为你安排好了。这份组织力与细节执行力，才是常州主场能让人赢了情绪值的重要原因。而常州主场的接地气，还体现在另一个传奇的操作上。一张照片让你知道什么是契约精神。就在苏超昨天常州对战南京的比赛中，围场上有一家烧烤店的名字，在众多的上市公司中显得格格不入。要知道，随着苏超的爆火，一个赞助商的席位从几万涨到300万，难道这个烧烤店有什么背景吗？今天他们的老板娘出来发声，表示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街边烧烤，而且还不是本地人，赞助苏超完全就是因为家里有个小运动员，并没有什么背景。显然他们是在苏超还没有火的时候就赞助了。虽然现在一个席位高达300万，但常州对这个烧烤广告并没有毁约，看它的尺寸更没有丝毫的区别对待，这就是契约精神，也从侧面反映了常州的营商环境。虽然常州踢得最菜，但流量属实是赢麻了。去常州旅游等车地看，还给大家安排了土特产理想226。他们的场边广告赞助商居然有一家街边烧烤摊，你能想象？这家叫东哈东北街边烧烤的本地小店，只花了9万元就成了苏超常州赛区6场主办赛事的官方赞助商，广告排位甚至与京东、喜力等大牌平起平坐。更让人感慨的是，即便苏超爆火，广告资源水涨船高，常州依然坚守契约精神，没有毁约，没有溢价。烧烤摊的老板娘张靖宇接受采访时说，自己只是想为体育做点事，没想到一下子火出了圈，被网友称为地球上最接地气的世界杯赞助商。常州这波不光宠粉，还宠商户，而且宠的有原则、有底线、有温度。常州队战绩并不出众，但你不能否认他们比赛拼劲十足，一场又一场，哪怕被领先也没有放弃，哪怕对手强也敢下脚拼抢。每一场都会拼搏，他都努力，而且就在补时阶段还在努力，还在拼搏，他们这种拼搏精神挺感人。这个队伍其实能力实力，其实我们所有的球迷都是心知肚明的，所以他们只要在场上尽自己的努力，我们就可以了。我们还是期待他们赢球，期待他们拿一个进球。场上球员在拼命，场下球迷在合唱，战歌是常州话版的恐龙 Olé， 恐龙康啷康啷呛，唱的整座体育场都跟着回响。同时，常州城市文旅、体育系统、球迷协会等没有抢风头，而是默契地做的气氛组，营造完整的主场氛围。看台采集、互动区、非遗摊位，官方发起壁虎爬墙挑战赛，社区组织全家去看球，送地铁券、纪念徽章。这种组织力、凝聚力不是靠砸钱堆出来的，而是靠城市文化、群众自治和情感认同自然生长出来的。
你以为这只是城市的一个搞笑之路？不，这其实是一次下沉文化的集体胜利。在信息的海洋里，人们厌倦了追星、剧本、假高潮，常州却用真实、搞笑、热血给了人们一个新的方向。没有明星，没有外援，没有冠军，只有一群人自嘲、自然、自发的参与。这不正是中国足球最缺的土壤吗？常州的荆州壁虎搞不赢对手，但赢得了群众基础，赢得了公共情绪。荆州壁虎的现象不是孤立，而是一次段子驱动城市 IP 的新模式。它告诉我们，一个城市要红，不需要宣传部写稿子，只需要让人民笑出来；一项赛事要出圈，不需要转播合同，只需要现场的掌声。一个文化 IP 的核心是参与，而不是观赏。未来会有很多的城市模仿壁虎的模型，关键不在于段子怎么取，而在于你敢不敢让群众先说话。常州队至今没有赢过一场比赛，甚至都没有进过一个球，但他们却成了苏超最热烈的议题。他们是所有段子里最响亮的那一个，也是所有雨夜里最温柔的那支队伍。体育不只是比分，也不仅仅是成绩，它是我们认同一个城市，爱上一群陌生人，在雨里为彼此鼓掌、欢呼、呐喊的理由。常州告诉我们，你可以不是冠军，但你可以成为一整个夏天最让人记住的故事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不正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